们就来看看加拿大好了。过去大家都知道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好，可是川普上来之后呢，不断的对加拿大祭出关税战。我们看到呢，先是加拿大有人受不了了，这是安大略省的省长啊，他一开始就说好，我要断你的这个电力，不然我就要加收25%的附加费。此举真的奏效了哦。我们看到包括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就说不可以啊，我们这会变成受害者。结果呢，川普你要弄我，那我也要弄你，所以他就说哦，我要对加拿大课这个钢铝的这个税，本来是25%，我现在把它变成50%。可是几个小时之后又喊卡，为什么？哦，川普自己自圆其说，哦，我威胁要征收50%，可是呢，你的电力征收25%的电力附加费哦，你们撤掉了，所以呢，我又把所谓的钢铝的这个税款这个关税把它降回25%。你看川普就是这样哦，你就是跟他博弈哦，你跟他讨价还价哦，他威胁你哦。那他自己也把它当做一个攻击，就跟他的国民说：“你看，我成功让加拿大人收回成命哦。”美加的矛盾真的越演越烈了哦。白宫就说，加拿大可能成为美国的竞争者，这是川普的美女发言人，她出来讲哦，加拿大是我们的邻居没错啊，也是我们的伙伴没错啊。可是大家要注意啊，加拿大现在可能成为我们美国人的竞争者。好。我们看到呢，过去加拿大的人到美国去其实没有什么限制。那现在他要求你入境美国30天以上，你要向美国政府来登记所以对盟国这个杀，那这个是美加的部分。对美日同盟这件事情呢，一样要杀我们先来看看同一位美女发言人，她突然就说，我要为这个你日本的这个稻米这个收关税700%的关税。他在一场主要抨击加拿大对美国商品采取不公平关税的记者会上，突然特别的点名日本说我要对你的稻米科700%的关税。那目前呢，日本是没有正式回应，他说我们不为个别的事项做回应。可见日本可能现在也在想对策应该是什么。那对中国大陆一样这个谈判也是不断的你来我往先是南华早报昨天丢出了一则独家，说川普可能会到中国去访问最快是4月就会举行川习会在两会落幕之后，紧接着到了下午，《华尔街日报》也丢出另外一则独家报道，说习近平可能在6月来到我们的美国，跟川普举行生日峰会。总之两边在放话一个差别是什么？一个是美国人到中国去访问，还是中国人的领导人到美国来访问所以两边现在都还在各自出招美中谈判卡住了吗？川普关税出招惹怒大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非常强硬，包括毛宁就说，你说会晤这件事情，高峰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发布的信息，我们现在一无所悉那另外他说如果美方执意损害中方的利益，中方必将坚决反制。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态度其实是蛮坚定的如果你要来对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回报给你。而另外呢，现在的报道是说，美中的贸易谈判还卡在比较低的层级所以双方才会各自讲各自的话比较低的层级都还在磋商当中。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连几天它的股市大崩跌，今天道琼大跌将近500点。川普就说了，股市本来就涨涨跌跌这是常态不用忧虑不用忧虑，我们国家会繁荣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一跌不得了，跌掉了这些富豪的身家川普执政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富豪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吗？50天之后，这一些所谓的富豪，他们的个人财富加起来减少了6.8兆，包括马斯克，包括贝佐斯，包括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布林这些人祖克伯通通他们的财产都蒸发了从
几百亿一直到几千亿不等。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马斯克，那当然他对川普的贡献很大，那川普也很挺他我们看到昨天他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有一些发文，说马斯克很可怜呐，他的特斯拉股价腰斩。然后呢，他的这些什么门市都被大家打砸烧所以呢，我要来买一辆特斯拉给大家瞧一瞧，这是多好的产品啊！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所以白宫它就出现了一整排的特斯拉的车那可以想见是 Elon Musk 叫他的手下开进来让大家看。好，大家刚刚看到呢，这个是 Elon Musk 让这个川普去试驾来挑他的车是一整排的特斯拉在这里就说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就送给你那川普是说要用买的，可是我们想应该是用送的啦川普说，针对特斯拉的经销商的暴力行为将被归类为国内的恐怖主义。肇事者要下地狱前2天我们不是看到吗整个美国有很多地方有人都跑去经销商那边去打砸这个特斯拉。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怎么应对美国的关税战每个国家的做法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很软弱，卑躬屈膝几乎是下跪了也没有办法得到美国的豁免宽恕。有些国家那么据理力争跟他对抗，我看美国也没办法加筹码，筹码加了也都加不下去。加拿大就是一个案例之一过去杜鲁多我们都看得到，他就是卑躬屈膝嘛，百般讨好，但是怎么去讨，怎么去跪，怎么去求川普都不把他当一回事，而且还无止境的去羞辱他，不但羞辱他，还羞辱加拿大人。后来加拿大人被逼到墙角了以后这只小白兔乖宝宝最后站起来说我也会生气的，反抗了他开始要反抗了一开始反抗的时候我们看到杜鲁多他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嘛，说那我不干了我不干最大嘛我们都知道在台湾也是嘛，你不干官呢你就最大他不干了以后果然他最大了，他开始越来越凶悍了。在他卸任前的时候，他先拿出200多亿美元就是说你美国的200多亿的产品，我先给你课对等的关税。接着呢我有1000多亿美元的产品，我都搁在那个地方，你到时候课的时候我再给你加。好，它分2个阶段。那对于川普来讲的话是气死了嘛，气死了以后就是说好，我原来给你对25%的关税，我再加25%，那就是报复性的关税，再加报复，那就是50%了。结果安大略省跳出来了，说你试看看，那我就对你3个州，包括纽约州我就给你课25%的税，必要的时候我再给你课下去，看你甚至我给你断供，不给你电，那纽约州好多几个州有3个州可能就没有电可用了，至少会有100多万户的家庭会受影响。哇，奏效了。川普就在于今天3月12号正式宣布的时候，突然间把他的25%又拿走了，就回到原来的25%，那就是对等了就是你25%我也25%然后安大略省就说好了，看起来你还蛮乖的，我就撤掉25%的关税。大家现在都拿关税来开玩笑了。好，这就是安大略省加拿大的反应漂亮嘛澳大利亚他说老哥我澳大利亚一直给你赚钱美国是我的最大的逆差我澳大利亚从中国大陆那边赚了钱，很大一部分被你美国人赚走结果呢，对川普来讲，他说要对等嘛，可是问题是，他赚了澳大利亚人的钱还是要给澳大利亚课关税。澳大利亚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不是说你赚了我的钱，怎么你又给我课关税呢？所以被你赚钱也要课关税，赚你的钱也要对你课关税，谁叫你当我的小跟班小老弟？好，那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反制的措施。最可悲的是谁呢？日本人，就在我们上边的那个日本人在我们北方了，不是上边。北方的那日本人怎么样呢？石破茂花了很大的力气跑去美国，然后安倍晋三的太太也跑去美国。石破茂跑去美国，就说好，你要我修理对付中国可以，所以在台湾的问题他也说话了，南海问题他也说话了，菲律宾给船，然后也搞军演，然后呢，反正联合声明里面对中国大陆挑衅，这就是石破茂
好，这个部分里面满足你美国了吧？很满足了。这是发生在2、3月的事。接着他就说我投资1万亿1兆美元哦，给你美国，然后呢，我帮你把这个石油的天然气管线从阿拉斯加拉到日本，400多亿美元，够意思吧？结果昨天他之前先派他的财政部长跑到美国去千求万求，不要对我课关税。结果昨天回来的时候说美国还是要课关税，今天还是宣布课关税。结果日本的股市嘣一下子重挫，跌了1000多点，最后尾盘拉回来的时候还是跌了700多点。这就是什么？卑躬屈膝、巴结讨好，结果换得来的下场是照样课关税。倒不如跟中国大陆一样，跟着好好的大家来干一场，看看你美国能怎么样。全世界围剿他的时候，美国人的关税就破功了。所以看起来川普是吃硬不吃软。是这样子啊。其实这很正常啊，正常的人都是这样嘛。任何一个谈判，大家都是先虚张声势，先讲的我多强多大，有种就来，然后等到真正大家开始摸清楚对方底牌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往后退，就是这样，不是都这样吗？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是，我就烂，我就躺在这边，你高兴干嘛你干嘛吧，只有台湾是这样谈判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过去民进党一直吹自己是国际谈判专家，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吹出来的，乱七八糟乱搞一通。这一次你知道吗？加拿大这一次跟美国这样子，让川普紧急大转弯。我还看到民进党很多支持者说加拿大说啦，是川普赢啦，一堆人是这样讲的，真的。他说你们这些笨蛋都看不懂啊，现在显然加拿大屈服啊，川普又赢了，真的是我川威武啊，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啊。所以很明显嘛，其实我并不认为谁输谁赢，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商业的谈判策略嘛。我就先虚张声势一下，我看你那个底线到哪里，那你也虚张声势一下，看底线到哪里，如此而已。所以你看，每次川普都讲的非常夸张，然后如果你不怕，他就会自己收回去一点。那问题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怕，那我就要更多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就怕啦，所以现在不止千亿投资 ，Intel 你还要再投资啊，其他东西你还要再买啊。那这就是我们自找啦，自己谈判有问题啊。那日本呢？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大家会觉得稻米增700%，关税很夸张，对不对？对啊。我告诉大家，其实不是，其实最早的时候，日本是增778%，778%更多。但是问题是呢，增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增不到？因为这是日本有一个进口的额度，你经过政府单位进口额度每年是77万，这77万是零关税。超过这77万以后再课税，那当然你非政府管道了进口，它就要课关税。那个时候，这是20几年前，它要扣778，可是那是以当时的物价，因为它是每公斤这样去算，我每公斤抽你多少，所以现在经过20几年的米价早就涨了。如果你以现在来算的话，它的税率大概300%多了。可是问题是，实际上是根本抽不到，为什么？因为日本每年进口的米没有那么多。我刚说日本每年的额度是77万，可是它每年进口额度不过67万。所以你根本抽不到这个税啊，所以这根本是个假议题，你知不知道？但是川普就故意拿这个来刁你，为什么？他的目的就是我要用各种方式来弄你之后逼迫你愿意跟我妥协，就是这样子而已嘛。那你认为日本不会知道吗？日本当然很清楚，所以日本也不在这个问题上跟他辩。他再看看你川普准备要走到哪一步再说。实际上，川普今天也对南韩也出声啊，其实都一样啊。川普基本上是无差别对所有的国家全部都搞这一套。那我觉得他的态度很简单，就看我能吓到几个嘛。那你被我吓到，你就认倒霉嘛。那中国大陆已经跟美国交手过一轮了嘛，然后又经过拜登时代，现在川普重新再回来，他会不知道川普在玩什么把戏吗？所以就随便你啊，你高兴搞就怎么搞。那你自己华府那边先放消息说川普4月要去哦，然后现在又放个消息，那个习近平6月要去。我跟大家讲啦，除非双方已经谈到某一种一定程度的过程，不然我认为大概2个都不会发生，就这么简单。那目前如果真的如媒体报道所说，还停在小组的这种系统，那我看明年4月看有没有机会。所以还很久，因为看起来一点进展都没有，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来，请教将军。我觉得美国现在股市会这样，虽然说我不是财经专家，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希望在一种平稳、可预测的状况之下，这个经济大家才愿意去投资嘛。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讲股市最重要的就是信心嘛，就我有信心，我愿意去投资，我愿意去消费。一旦信心破掉以后，我跟你讲，就算是你跟他讲说很好机会，他都抱着一种存疑的态度。所以美国这2天股市这种崩跌，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后面来讲，就像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当信心溃散掉之后，我觉得你要花再多的功夫都救不回来。更何况我们现在看川普，根本就没有想要恢复这个各国之间对他的信心，从国内到国外都是如此。那我个人认为说，有时候川普很难想象说是一个美国全世界最大的国家领导人，居然这么这个脑袋里面装的不晓得什么。我不过就是在台湾，我也知道这个你这种政策下去以后，一定会对自己伤害更大。你不要讲别的，像这个加拿大对他加征这些关税其实虽然说是加拿大整个体量没有美国大，可是它有一点它优点。他就说，因为你美国选举的制度，你是各州选举人票，他就针对你那个红州，我来修理你。比如你这个红州，你出产的是这个农民种的是这个水果柳橙汁，你不要现在小看柳橙汁，我制裁你柳橙汁，让你柳橙汁没办法卖到加拿大，那些老百姓就会反感嘛。那一个老百姓反感，就造成那一州的选票你就没有，所以他根本就是针对性的报复。欧洲来讲也势必是如此。那我看川普现在来讲，他修理他盟邦。修理的比其他对敌对的国家更狠更毒，那修理自己人比修理其他的国家人更狠更毒。尤其是说移民政策，你这样搞下去，把所有移民弄走，那底下的经济活动一定就烂掉。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美国股市的崩跌只是开始，后续来讲可能还会有更严重的一个下场出现。这个包括川普自己都承认了。是，不过我们来看看在俄乌战争这个部分美国已经宣布说，乌克兰已经同意了要停火30天。那泽伦斯基说感谢川普。美国讲现在这个临时的停火协议呢，乌克兰已经答应了，那球就在俄罗斯的手上。如果俄罗斯同意的话，停火就会在那一刻生效。那现在关键在俄罗斯，俄罗斯愿意停吗？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俄媒说，我们同意普京跟川普礼拜5通话，等我们通完电话再说我们再来给你回应那他的发言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可是俄军在库斯克现在打得正顺手有重大进展，所以他想要占领更多的土地吗？你可以看到乌克兰也向莫斯科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所以说是接受所谓的停火30天，可是只要有一方没有答应，这个战争或者是说交火还在持续所以也有人说俄罗斯要趁着停战前拿下更多的领土，所以乌克兰只好不得已先喊出说好，我接受停火协议所以到底哪一天才会真正这个战火会停止呢？还在未定之天。不过呢我们看到川普在跟泽伦斯基的总统级争吵之后呢，他又放话了，他说我们欢迎泽伦斯基回到白宫重修旧好。而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川普念兹在兹的矿产协议什么时候签呢？泽伦斯基的幕僚就讲说合作伙伴方便的时候就可以签啦。其实蛮卑躬屈膝的，你们方便我们就可以签我们都准备好了。那内容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美国会不会又改变这个所谓的协议的内容呢？美方说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美方即刻恢复对乌克兰的军援和情报共享，讲的是在利雅得。3月11号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两边的这个部长级的一个磋商就所谓的停战协议，所以呢，他把军援跟情报理论上是又恢复给乌克兰了。而另外欧洲人当然在川普上台之后，他们不断的在检讨自己的军备军武是不是够强盛那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包括你看到马克宏就邀请了30国的国家的军事的领导人到巴黎来共商乌克兰跟欧洲的防务议题。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本身弱包括武器方方面面都要依赖美国，所以呢，这个欧盟就提议说我们1500亿欧元的国防基金未来只能买欧洲货，我们不能让美国来赚这个钱。那你可以看到冯德莱恩就说这些贷款应该要资助向欧洲军火商购买武器，扶持自己的一些国防工业，提振自己的国防工业。可是这可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达到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而到底谁可以跟川普谈判？是德国吗？是法国吗？
英国现在也不是欧盟了嘛，那可是欧盟哦。这个最大的这个党团主席就说哦，过去曾经有人讲过这句话，这是季辛吉，他曾经比喻说，欧洲事务群龙无首啊，如果要打电话给欧洲，到底要打给谁？我刚刚讲的，你要打给德国吗？哦，德国的总理吗？还是要打给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理呢？所以呢，他觉得这句话适用哦，他建议，他提议呀。也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选出一位欧洲总统，可以代表欧洲来发言的，这个有可能吗？来请教赖老师。不可能啊，大国怎么可能会让？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选欧洲总统的话，当然要不就是法国人当，要不就是德国人当，没有别人可以当。怎么可能会让你波罗的海的3个小国来主宰这个德国、法国他们的所有的财政、军队、经济，然后汇率、欧元，哪有可能？现在冯德莱恩他用的都是这个波罗的海3国的小国的这些人来担任他的外交部长，或者担任他的这个商务部长，但事实上已经引起了欧洲这些大国的强烈的不满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想太多了，小国啊，满脑子想的就是想吞下整个大国的资源，这个大国怎么可能会让你玩嘛？所以我个人觉得欧洲啊一盘散沙，不可能的事。欧洲，你把它当成被边缘化了。这一次欧洲会开成这个样子，开了4、5次啊，然后话讲了一堆，但是连跟决策有关的，会影响整个俄乌战争有关的所有的影响力零，我彻彻底底被边缘化，可悲。我留发的，我在那边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坦白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欧盟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我觉得这个冯德莱恩是一个非常要负责任的，要负完全责任。这个人把欧盟带向变成美国的小跟班，坦白说，他是欧洲的真的是罪人了啊！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梅克尔看走眼了啊。好，不管，我们先回过头来看泽连斯基。坦白说，泽连斯基这一次的谈判已经是任美国人宰割了，美国人吃饱了，而且吃得饱饱的。现在不敢公布这个矿产协议到底签了多大。第一次谈的时候，美国人要价5000亿美元的矿产，泽连斯基认为说你狮子大开口啊，你就给我1000亿不到你嘴巴讲1770多亿，实质上你给我700多亿，1000亿都不到，你给我要5000亿，狮子大开口不肯给。到了慕尼黑的时候也拒绝签，等到白宫的时候，川普要1万亿，已经从5000亿提高到1万亿，泽连斯基百般不情愿，两个人吵起来了，吵翻了以后，好啊，那你回家，什么都不给你了，钱也不给你，武器装备也不给你，连情报、雷达所有的讯息全部都不给你的时候，连你的武器的使用都发现有后门，泽连斯基节节败退。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他知道他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了，因为范斯说的没错嘛，你乌克兰你手上没牌。那英国人假惺惺的说，我可以给你情报，美国人就说你试看看，你给情报的话，五眼联盟把你踢出去，英国人嘴巴就闭起来了。后来法国马克龙说，我给你情报，大家说你马克龙可以给乌克兰什么情报？发现不到一半，也就是说他没办法填补美国给的战场情报，法国根本没这个能力，没这个能力，我们看到乌克兰就节节败退，越来越糟，俄国打得越来越顺手。泽连斯基这次跑到，而且呢，美国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极限施压的方法，就是我什么都给你断，逼着你来跟我谈，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来跟我谈，你还不准到美国来跟我谈，所以就选择到这个沙地阿拉伯，而且呢，你的规格比俄罗斯还低，连利雅得你都进不去，所以到吉达去谈。到吉达，跑到吉达去谈，那就是代表说你的地位规格比俄罗斯都低的情形下，你买不买单？其实泽连斯基全买单了，签出来的这个叫做丧权入国条约，为什么？目前来讲不敢公布矿产被签掉多少，不敢公布了川普志得意满嘛，可以来了。那为什么？因为什么泽连斯基要先跑跑这个乌克兰跑沙地阿拉伯这一趟，就是跟沙地阿拉伯的王储保证，这一次再到白宫去的话，不会再闹了，那就乖乖的了。这个就是一个保单呐，可悲啊！而且条件真的是越来越差，可悲啊，台湾啊。我们进一下广告。
停战了吗？说是乌克兰同意做一个30天的停火协议。来，彬哥，现在这个进展其实只是满足了美方的需求而已。那问题是，美方根本不是俄乌战争的当事者当事者还是俄乌两国啊。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俄罗斯要怎么样同意。可是俄罗斯现在这个阶段，他怎么可能会同意？我正在顺手的时候，库斯克我快要拿回来了，乌东我可能还有更多的进展，我干嘛跟你谈？没有必要。所以俄罗斯现在的战略很简单，我也不要说我不谈。所以这个扎哈罗娃才说，我们近期之内可能就会跟美国谈，但是没有人规定要谈多久啊？他们不就礼拜5会通话吗？会通话啊，我没有不跟你通话，我会跟你通话，告诉你，我们可能还有哪一些困难啊，我对他哪一些地方不信任啊，或者他准备答应我哪一些条件啊，满足我这些条件之前，我没有办法停火，就是这样啊。所以双方都心知肚明，这个停火没有这么快的啦。所以俄罗斯还是一样抢攻啊，你看乌克兰也回敬啊，我一样照样去空袭你的莫斯科啊，目的是什么？双方也都想要在真正的正式谈判前抢占一个有利位置，但是问题来了，现在谁抢占有利位置的几率比较大？当然是俄罗斯啊，因为战场上整个态势对他相对有利，所以就变成乌克兰明知道我越晚谈判对我的状况越不好，可是他没有办法占到先机了。美国虽然说恢复了他这个军援啊，包括通讯啊这些东西的资源，可是问题是这个对前线的士气已经造成打击。讲实在话，人的士气可不是武器，武器你一来可能就可以用，士气一旦遭受到影响的时候，你要重新再恢复就没这么容易了。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在这整场恐怕只有越拖下去得到越糟糕的条件去做这样停火谈判。可是没办法，因为整个主导权已经不在乌克兰这边，是在美国跟俄罗斯手上。那对美国来说，你泽伦斯基要回到白宫，我当然欢迎啊，对啊，因为这是我露脸的时候，我在跟全世界宣扬的时候，我觉得这整个事情到最后最荒谬的可能是什么？你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川普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他促成停火，事实他促成啊，没有错啊，所以他应该要得诺贝尔和平奖啊。那怎么办？这不是很荒唐的一件事吗？那最没用的是谁？最没用就是欧盟，整个欧洲讲了半天，我们要支援乌克兰干嘛？结果是美国一断他的军援，整个欧洲一筹莫展。对，然后现在还好意思讲说1500亿军援我们要自己来用，你们总共准备8000亿，结果你只有1500亿说自己用，那你大部分还是要买美国的，还不是一样？是，来进下广告。请将军帮我们分析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刚刚我们谈到美国跟乌克兰达成这个乌克兰答应停火协议。那刚刚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已经回应了。俄罗斯怎么回应的呢？我念给大家听。俄罗斯说协议要由战场来决定。这是拒绝吗？那我给各位看一下战场现在的状况，这也是最新的状况哈。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库斯克的苏甲。那边说从地道钻出来，对不对？好，这边攻击，然后五路夹攻，穿插分割。那各位看看这下面，这是在这个苏甲，就是库斯克那个很重要那个城市的市中心。那这面其实是俄罗斯的国旗，这面是他的瓦格纳军团的国旗。所以说，这个苏甲已经被占领了啊，这就是战场的局势。所以现在战场是这个样子，你还谈什么和谈？而且这个和谈很奇怪哈，就是。俄方他并没有说什么。通常我们军事来讲，如果作战双方要达成和谈的话，一定有很多的谈判嘛。包括我们看到以色列跟哈马斯谈判，也都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每个阶段1周，让你放多少人质，我部队撤到什么地方去。那双方有这种谈判，包括这个两韩之间的这种停火协议也是这样。那绝对没有说是这个乌克兰跟美国谈停火协议，就俄罗斯摆在那边。那俄罗斯现在回应已经出来，由协议由战场来做决定哈，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是这个泽伦斯基讲说同意停火30天，这不是缓兵之计了，他这种话是讲给自己国内老百姓听。好，欢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月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菲律宾出现了这个非常戏剧化的一幕，这个是内部的政治斗争吗？还是其实是美中之间的矛盾跟斗争？我们先来看看，包括这一个画面曝光了。这是透过媒体流出来的画面，杜特地，也就是菲律宾的前总统，在菲律宾的空军基地这里被逮捕，并且他质疑这个检察官说：“你凭什么要逮捕我？这个合法性在哪里？”我们来看看这一幕。What is the law and what is the crime that I committed? Now, the legal basis for my being here. As apparently I was brought here not of my own volition. It's somebody else's. So you have to answer now for the deprivation of liberty. 好，你看到这是杜特地他自己这个跟一个检察官正在说明说，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对我，剥夺我的人身自由，而他已经连夜被押送到荷兰的海牙这个国际法庭去了菲律宾的总统现任的叫做小马可仕，他说这跟战争无关呐。这是履行国际义务，可是大家都知道菲律宾的家族政治斗争的非常厉害。前总统艾奎诺3世的政务顾问亚马斯他就说，其实这是防军变兼这个削弱影响力什么意思虽然小马可是没有承认，可是杜特地呢被捕，跟这个2个家族之间的政治斗争一定是有关系的。只要杜特地人不在菲律宾他的支持者就算你要发动军事政变，也难成气候这个让杜特地的家族，因为大家知道他的女儿现在是副总统嘛，就会这个居于下风那你看到他女儿叫萨拉他就说冤枉啊，怎么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很可恶的事情，压迫跟迫害这个不是正义。可是你这样子呼喊也没有用外界认为这个可能有美中2大国的角力的影子在内。我们先来看看他为什么要回国受逮捕这个逮捕令发布的时候，那个时候杜特地跟他女儿是在香港那一度有人怀疑说他可能不会回国了，他可能要申请政治庇护或者是怎么样因为过去他执政的时候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还不错，可是没有想到杜特地说到做到，他真的回国了，可是他一下飞机就被逮捕了。所以呢这一场战争到底会如何演下去呢？这是政治迫害吗？要博取民众同情还是说你可以运用这一局巧妙胜出所以可能这个是未完待续。不过我们看到呢，现在是菲律宾的期中选举前前总统被捕所以当然在国内是很大很大的事情。目前菲律宾的参议院有24席里头，小马可仕的阵营有9席，杜特地的阵营大概是4到5席如果期中选举本来杜特地他们的打算是希望能够上升到9席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晓得是有加分还是减分因为他的女儿这个副总统萨拉，他有一个弹劾案如果说可以拿到9席，可能弹劾案就比较能够过关。反之就很难过关。杜特地被捕了，小马可仕跟美国在背后有没有搞什么鬼呢？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是说小马可仕的父亲老马可仕过去呢是由美国扶持的，最后因为贪腐嘛，大家知道流亡在夏威夷。据传坊间传说马可仕在美国有100亿美元的财产现在被 hold 住了，被冻结了如果马可仕家族一直被美国掌控，就是因为有钱在对方的手上所以不得不变成傀儡。而另外我们看到南海的局势，其实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在这里也不断的有一些争端或者是紧张的情势。我们先来看看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可能跟这个南海的情势也有关系因为现在菲律宾国内据说有78%的选民是挺
抗中的候选人，因为民众的情绪很容易被点燃嘛。说是中国大陆啊，常常来南海这边啊，做一些主权的一些所谓的争议上面的争端，所以据说民间是这样子的气氛他们想要捍卫西菲律宾海的权益所以你如果抗中、反中或亲美这件事情，可能比较容易拿到下一次的总统大选。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就说中国灰色地带的战术试探底线，扩大影响力，锁定台湾，像我们台海之间，或是南海等区域，南海也是一个战场那这个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是中国大陆有军机啊、海警啊，像这些演习啊，都是刻意的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行动，在试探这个界限在哪里。那最近呢，英国的外相拉米突然说了这些话，他说他们英国很关注中国在南海的危险，而且破坏一些稳定的一些行动那当然很快的，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了他说南海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最自由的海上通道之一，希望各方停止挑动矛盾、搬弄是非所以这个杜特地这个菲律宾国内的关系跟南海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跟联动？来，彬哥。其实杜特地这个事情当然非常的戏剧化。那杜特地事前知不知道？其实他知道，因为他之前刚好在香港这边做访问，然后那个时候他在帮他们同党的议员在造势。第一个，他选择了一个很奇怪的跨海造势方式，然后在那边聚集了很多菲律宾人。然后第二个，当时就有记者问他，直接说：“现在传出菲律宾当局可能会就是直接把你押去国际法庭，那你有什么态度呢？”杜特地当时就讲说，他如果要抓我就给他抓，就是这样了，我就被你抓去啊。那看你到底要用什么罪名抓我。那现在他果然就是被抓了，而且小马可仕也立刻就直接直送荷兰，这个看起来不想让他待在菲律宾太久，以防会激发更大的变动。那这一招很厉害，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就结束了吗？因为你认为沙拉杜特地就这样子束手就擒吗？我完全不认为会是这样，因为杜特地家族在明达纳尔的势力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实际上，他执政的时候，其实他的民调是非常高的，而且支持度也是很高的。甚至呢，沙拉杜特地在跟小马可仕搭档竞选的时候，他的支持度其实胜过小马可仕。所以杜特地家族绝对在菲律宾有一定的实力。那当然，小马可仕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出手？因为很简单嘛，你要国际法庭又不是第一天开始控诉杜特地，他已经讲了好几年了，那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才出手？我个人认为，恐怕是美国在背后暗中授意，告诉小马可仕你可以开始动，所以他才配合国际法庭来做这个东西。那想说有美国在背后去撑腰，他可以应付这整个状况。那可是问题是，我不认为杜特地家族会就这么样子，好吧？那既然有背后有美国撑腰，我就不动。我甚至认为，杜特地当初他其实可以选择，比如说要求中国大陆给予政治庇护啊，他为什么没有这样要求？我觉得就是沙拉杜特地准备接下来要打背心牌，然后试图在第一个在议员选举里头，在参议院拿到更多的席位。那第二个呢，他可能要更强烈的去挑战小马可仕，所以我觉得菲律宾的乱局恐怕才刚刚开始而已。那至于说这个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老实讲，菲律宾在杜特地时代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是很不错的。那一直到小马可仕上来，一开始也不差，但是后来小马可仕在美国的强力要求下，才开始跟中国大陆决裂。那现在走到这个地步，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菲律宾本身并没有那个实力去跟中国大陆单挑，它靠的就是背后的美国。可是美国到底愿意放多少实力在南海？我个人是非常存疑的，因为美国这几年你看到的就是他陆续把英国啊、澳洲啊、法国啊、日本啊、加拿大啊，把他的盟友全部叫来南海，可是晃一圈就走。那请问一下，这到底对这个菲律宾到底有什么注意？那你整体的实力在南海，你还是拼不过中国大陆啊。所以尽管这些国家每一个都发声明抗议啊，你这个南海啊，你去威胁到别人啊，干嘛？可是实际上，从这几年一路下来，请问中国大陆到底威胁到谁？到底造成了哪一些安全上的顾虑，或者是造成哪一些民间航行上的受到干扰？看起来都没有啊。所以我个人认为，除非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下，他还要采取比拜登时代更强力的干涉南海的事务的话，如果没有这个动作的话，我个人认为
南海逐渐被中国大陆掌控，大概是已经很难避免的一个事实了。恐怕再怎么样，菲律宾再怎么挣扎都逃不掉。赖老师你们看，整个南海大部分的国家都想跟中国大陆签的南海共同行为准则啊，因为共同行为这个宣言宣布了以后啊，大家觉得这个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然后有这个共同行为准则以后，那就更明确了，船上在这个地方相遇应该怎么走。那么域外的，也就是南海以外的国家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要遵守这个域内国家所定的规则。但是有一个国家不愿意看到，那就是美国。美国不愿意看到东盟的国家啊，这10个国家跟中国大陆都签了这个南海共同行为准则，因为签完了以后，经过他们的国会通过，然后颁布了以后，它就成为一个国际法了。一个区域间的国际条约，那进来这个海域的都要遵守这个规则。美国不愿意，美国过去曾经挑拨印尼没有成功，马来西亚没成功，越南那个时候有点半成功，那最后他在这个川普第1任的时候挑拨杜特地没成功，然后第2任的时候拜登也挑拨杜特地也没成功，可是等到杜特地下台，小马可斯上来的时候，那他用这个小马可斯他们家族在美国的这个资产被冻结，因为那是贪污的巨额的钱嘛。有人估计说50亿美元，有人估计是上百亿美元被美国人冻结，这个是事实。这个部分里面，那么用这个来威胁，而且小马可斯是被美国政府通缉的，那么用司法的方法来交换，那么也就是要小马可斯把整个菲律宾的方向，那么带离转向美国，然后跟中国大陆对抗。那整个戏剧性的转变就发生了，这一发生就连带的我们所看到跟杜特地家族的决裂的问题了。因为他们在之前双方2个家族合作，有谈到他们的对外的方向跟合作的方式，以及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推动跟美国的关系，要保持一个跟中国跟美国对等关系，而不要说只偏向于哪一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很明显的，小马可斯毁约了小马可斯本身，那就开始要对于杜特地下手了。那杜特地无官无职对谁下手？对他的女儿下手。那他的女儿就是副总统，所以他的女儿就要被弹劾，然后开始要对。那杜特地知道他对他的女儿下手，其实背后就是他，然后跟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现在是在当市长所以这一些的情况就是要去清算斗争他们的整个家族。这个对杜特地来说的话，当然要奋力一战了。那这个奋力一战，我想到现在的结果就是，他应该得到情报，知道小马可斯要抓他了，要动手了。那与其在家里面不吭不响的被带走，倒不如让国际媒体知道。所以先到香港去，那一个前任的国家元首到香港去，然后在香港助选，媒体就关注了。这个时候整个国际舆论关注到他，他就放出讯息。他很有可能会被逮捕，然后菲律宾的逮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国际刑事组织本身跟国际刑事法院是2个不同的体系，那没有发布红色通缉令，怎么可以去逮捕他呢？这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是国际刑事组织，他也要尊重当地国的国家法律，也要尊重当地国它本身的内政部。他们本身的警察总署的同意批准才可以做这件事。那如果说你要逮捕一个自己本国的公民，你基本上还是要经过本国的法官他的逮捕令嘛。结果你看杜特地在机场的时候就问法官有没有给逮捕令，没有。检察官没有。你根据什么现行犯你帮我逮捕，没有。然后就这样子被强压，所以他那一段视频其实是留作证据，也就是证明整个菲律宾小马可斯的所有的做法都是违背菲律宾的法律，而且也违背国际法，也违背国际刑事法的法律，就这样子把他逮捕。逮捕以后，马上移送到这个菲律宾的军机场，再由军机场把他这样移走。这个一个国家的公民直接的公民权被自己的政府剥夺，这个大家一看都知道，这个就是典型的政治斗争，而且这个政治斗争如此的残忍大家就联想起什么？联想起小马可斯的爸爸，就老马可斯那个贪官，那个大贪官。当时艾奎诺2世就在台湾，当时我们的情报告诉他说你不能回去，
你回去会被杀。他还是毅然决然回去，所以我们用华航给他做，对，说你不要下机，我们都害怕保护你。你一旦下了飞机，我们没办法。果然，他一下飞机就被枪杀了。对，那个是很轰动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是老马可斯做的，结果他的儿子跟他的老爸一样厉害呀，这个家族，非常戏剧化，可怕啊。对，这件事情表面上面看起来当然是菲律宾自己内部的战争哈，但事实上就是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博弈。那现在来讲的话，时空因素的改变，当时这个美国这个在给马可斯当靠山，所以马可斯虽然这边犯了那么严重国内的罪，包括贪污干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都很清楚，那时候他跑的时候是美国把他接走的，那他带了多少钱呢？那钱他带的是现金呢，那现金多到飞机装不下。那飞机里面，他后来丢到跑道里面，所以老百姓去那个跑道去捡他丢下来的美金的。那这飞机好，一到这个夏威夷之后，台香山之后，那当然菲律宾这边的这个老百姓就要对他追诉嘛，因为他暗杀了艾奎诺，还有他贪污的钱，跟美国法院提出来追诉。其实美国也很坏那时候总统就说好，同意这个法院对这个老马可斯实施调查，就给他判刑，你知道要罚款多少钱？就他不愿意罚款，他现在小马可斯犯的是什么罪？是被法院里面叫他出庭，他不出庭，被美国的法院判藐视法院罪，好像罚款几亿美金啊，详细数字我不见。所以说这个现在小马可斯他本身是被法院判刑的，也就这个把柄，再加上他财产都留在那边，他在台香山那时候老马可斯到台香山，他多嚣张，他把所有台香山那边的很多人的住家买下来当他的庄园。所以台湾那边一大片土地，很漂亮的土地，他买下来以后当他的住家庄园在那边，所以他财产还是在美国嘛。那你今天他跟他妈妈两个回到菲律宾，那时候是因为美国法院要追诉他钱，所以逃回菲律宾。那逃回菲律宾，我们讲一句话那时候为什么这个小马可斯有机会能够当上总统？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年龄的时候，老马可斯因为越战的关系，所以说菲律宾靠着战争发了一点财。那时候我们年纪轻的时候，菲律宾回来台湾的这种华侨都是有钱人呢，所以那时候大家现在的菲律宾老百姓会怀念说，那时候老马可斯虽然说贪污，可是那时候经济状况比较好，所以认为小马可斯回来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一些这种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好，那时候才选他当总统。但你现在来讲，你选了你当总统之后，你不在经济上面做这个，你只是变成美国的马前卒。我觉得小马可斯你辜负了你人民对你的期望，你认为你爸犯下那么大的罪，然后让你回来是希望你改善，他们讲黄金10年。那你在经济上面没有进步来讲的话，我想说菲律宾老百姓应该看得很清楚。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一场这个政治斗争血淋淋、赤裸裸的政治斗争。那后面会怎么样发展其实还是有待观察的。所以菲律宾的人民其实蛮惨的，你看到最近这几十年来，他们不断输出劳力在外国，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呢，跟美国变成盟友不见得有好的下场你当他的敌人，他可能会歼灭你；你当他的盟友，他有可能也会算计你。